地藏菩萨本愿经中提到，是大菩萨于娑婆世界有大因缘，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地藏菩萨在这片尘土世界的深远缘分。地藏王菩萨因其无量的大愿力和悲愿，誓愿度化一切众生，特别是在修行路上的行者，地藏菩萨更是给予无尽的庇佑与加持。地藏菩萨不仅能够引领人们走出生死轮回的困境，更能帮助修行者度过修行中的各类难关。正因如此，地藏菩萨的本愿广泛流传，并成为无数修行者追随的信仰和榜样。古人云：修行之路，内观为要，梦照为真。这句话阐述了修行过程中内心的关照和深刻的自我审视比外界的修炼更加重要，而梦境则是修行者心灵的一种映像，是内心的显现。许多修行者在漫长的修行路上，通过静坐、冥想或念经，潜意识中得到了启示。梦境作为一种非现实世界的显现，常常带给修行者深刻的感悟和指引。尤其是地藏菩萨所开示的梦境，往往成为修行者修行进程中的关键指示。地藏王菩萨曾在众比丘面前开示过，修行者若能在梦中看到3种殊胜的境界，那么这便是修行达到关键阶段的迹象。这3种梦境不仅仅是表象的显现，它们背后蕴含着深远的修行哲理，意味着修行者的心境已经进入了新的层次，接近了觉悟的境地。那么究竟这3种梦境是什么？它们又为何会成为修行进程中的标志性征兆呢？在修行的过程中，梦境的出现往往并非偶然，它是修行者与宇宙、与内心深处的互动，是修行深入的体现。而这种梦境并非普通的梦境，它们常常带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代表着修行者内心的觉醒与进步。因此，这3种梦境往往能在修行者的梦中显现出来，成为他们修行成就的标志。今天我们要讲述的故事，便是关于一位年轻僧人慧明的修行历程，以及他如何通过梦境领悟到地藏菩萨的教诲，最终取得了修行上的突破。故事发生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终南山脚下有一座小寺庙，庙中住着一位年轻的僧人慧明。慧明自幼便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家乡的寺庙中接受了基础的佛学教育。由于天资聪慧，他的修行进展迅速，尤其是在持戒和礼忏悔方面，他常常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完美。随着修行的不断深入，慧明渐渐觉得自己的修行在一些方面遇到了瓶颈。尽管他每天按时诵经、打坐、持戒严格，但心中始终有一股难以言喻的迷茫。对于如何真正突破自己的瓶颈，慧明感到无从下手。即便如此，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修行，仍然坚持每天早晚的定课，努力深入佛法的每一个细节。然而，尽管如此，慧明始终无法体会到真正的觉悟和开悟之道。他深知，修行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坚持，更需要内心的蜕变和悟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慧明感到自己仿佛处于一个死胡同，无论怎样努力，都没有任何突破。这种困惑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中。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经错过了某些关键的修行机会，或者自己是否还远远未到达真正的修行境地。就在慧明陷入困境时，一位外貌古老、身穿僧衣的老人突然来到了寺庙中。这位老僧的到来给慧明带来了新的启示。老人自称是从五台山而来，年纪较大，神情淡定，眼神深邃。尽管这位老僧的外表看似普通，但那份超然的气质和慈悲的眼神，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亲近与敬畏。那天晚上，慧明在寺庙内的禅堂中看到老僧独自坐在那里，便忍不住上前请教：尊者，我已经修行多年，持戒、诵经，然而总觉得自己进展甚微，心中充满了迷茫。请问尊者，我应当如何才能突破这一瓶颈呢？老僧闻言微微一笑，似乎早已洞察了慧明内心的困惑。老僧沉默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修行者，若要取得进步，必须留心梦境。梦境是心灵的显现，正如地藏菩萨所言，修行者若能在梦中见到3种殊胜的境界，那便是修行已到关键时刻的标志。慧明听后疑惑不解，他问：尊者，这3种梦境究竟是什么样的呢？我从未听说过。老僧微笑着说：第1种境界是梦中见光明遍照，第2种境界是梦中飞行自如，第3种境界是梦中与圣贤对话。他说完这3种梦境后，又补充道：这3种梦境象征着修行者的心灵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意味着你的修行进入了关键的阶段。慧明听后十分震惊，他从未听过如此高深的教诲。对于这3种梦境，他感到既陌生又好奇。他深知自己现在所遇到的困境，也许正是修行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如果能够理解并且领悟这3种梦境，或许能帮助自己突破当前的瓶颈。然而，慧明并没有急于寻求答案，他决定继续修行，耐心等待，看看自己是否能在梦境中找到答案。第2天清晨，慧明起床后，发现那位老僧已经不见踪影，只有一部《地藏本愿经》静静地放在禅床上。慧明心中一震，感到这部经书并非偶然出现在这里，而是老僧特别留给自己的指引。他拿起经书，翻开第1页，开始用心阅读其中的每一句经文。尽管慧明平时已经非常熟悉佛法，但此时此刻，他读到的每一行字都似乎带着一种新的深度和启示。从那以后，慧明更加精进修行。他每天除了原本的诵经、打坐外，还开始坚持礼地藏忏悔，并持念地藏菩萨圣号。他相信地藏菩萨的加持和保佑，必定能帮助自己破除修行中的障碍，指引他走向更高的境界。与此同时，慧明心中默默期待着能否通过梦境见到那3种殊胜的境界。一天夜里，慧明入睡时，梦境如同往常一样悄然降临。然而这一次，慧明却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片漆黑的环境中。他心中没有丝毫的恐惧，反而平静祥和，便开始在梦中默念经文。忽然，他感到一股温暖的力量从天而降，一道金光射向他头顶。刹那间，整个梦境充满了光明，光明如同千日齐辉，明亮而温暖。慧明在梦中感到无比的安宁与舒适，心境无比清明，仿佛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当慧明醒来时，他依然能感受到梦中那股温暖的光辉。此时，他心中明白，这正是他所期盼的第1种殊胜梦境。梦中见光明遍照，他心中不禁一阵喜悦，然而并未因此而自满，反而加倍努力，不敢有丝毫懈怠。经过数个月的精进修行，慧明的修行进展逐渐有所突破。每一天，他都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修行的过程中，无论是诵经、打坐、持戒，还是礼忏悔，他都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在这个过程中，他时常会反思自己在修行中的得失，尽可能去除心中的一切杂念，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渐渐的，慧明开始体会到佛法的深刻含义，并且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的一些障碍正在逐步消除。与此同时，慧明对自己曾梦到的那道金光和光明遍照的梦境，也逐渐有了更深的理解。他明白了，这种光明并非单纯的视觉现象，而是内心觉醒的象征，意味着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修行层次，开始接触到佛法的真谛。尽管如此，慧明依旧没有因此而放松，他继续怀着虔诚的心态修行，期待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启示和加持。时光如水般流淌，慧明的修行逐渐进入了更加深刻的境地。一天晚上，慧明再次陷入了冥想。正当他进入梦乡时，梦境中的景象与之前有所不同。这一次，他感到一阵轻盈的感觉，仿佛整个人脱离了地面，开始飘然而起。刚开始，
他感到自己在空中悬浮，周围的一切景象逐渐变得模糊，而他的身体则如同羽毛般轻盈。很快，他便发现自己在飞行，并且飞得越来越高。慧明飞越了山川、河流、田野，越过了一个又一个村庄，最终他飞到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宝殿前。宝殿的门匾上赫然写着4个大字：大愿宏深。这4个字深深地印刻在慧明的心中，让他瞬间感到一种无比的庄严与神圣。他的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激动和敬畏，几乎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然而，正当慧明准备走入宝殿时，梦境突然中断了。慧明猛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从梦中醒来。虽然他意识到自己刚才梦到了第2种殊胜的境界，梦中飞行自如，但这个梦境的结束也让他产生了深深的遗憾。尽管如此，慧明依旧感到自己修行的道路正逐渐走向正轨。他确信自己已经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这次梦境的出现，无疑给了慧明更多的信心和力量。尽管修行的道路充满了艰辛与挑战，但他相信只要自己继续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达到更高的境界。慧明深知，修行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需要耐心、坚持和不懈的努力。每一次的梦境，每一次的启示，都是他走向觉悟的一个步伐。又过了半年，慧明的修行越来越深入，他的心境变得愈加平和，内心的杂念几乎完全消失。他感到自己已经接近了真正的觉悟。在这段时间里，慧明依然每天早晚都坚持修行，每一次诵经、打坐，他都怀着一颗虔诚的心，专注于自己的修行。终于，在一个静谧的夜晚，慧明再次进入了梦境。这一次，他梦见自己来到了一片净土，这片净土没有尘世的喧嚣与烦恼，只有清净与庄严。远处，一尊高大庄严的菩萨端坐在莲台上，菩萨的身上散发出一种宁静的光辉，仿佛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慧明立刻认出，这位菩萨正是地藏王菩萨。菩萨的面容慈祥、安详，眼中充满了智慧与慈悲。当慧明走近时，地藏菩萨微笑着对他说：“善哉，善哉，汝之修行已至关键处，然前路尚远须知。”就在这时，梦境突然中断，慧明猛地醒来。这一刻，慧明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惋惜。他明白，地藏菩萨似乎有话要传授给自己，但却因为梦境的结束，未能听到菩萨的教诲。这种未完成的启示，让慧明感到一种深深的空虚，仿佛自己距离真理只有一步之遥，却又无法触及。尽管如此，他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沮丧，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修行信念。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慧明心中的困惑依旧存在。每当他深夜入睡时，他总会做一些奇异的梦，这些梦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内容也逐渐变得更加深奥。有时他会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辽阔的草原上，四周是广阔无垠的空旷，而他自己则在草原上徘徊，似乎在寻找某种答案。有时他又会梦见自己置身于一座破旧的庙宇中，庙宇的墙壁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而他则不断地在这座庙中走动，寻找着一个能够解答他心中疑惑的智慧。渐渐的，慧明开始意识到，这些梦境不仅仅是简单的象征，而是他修行过程中的一次次提醒和指引。每一个梦境都是一种内心的觉醒，都是对他心灵的深刻触动。梦中的景象和声音虽然难以用语言表达，但却无时无刻不在引导着他走向更深的自我理解。有一天晚上，慧明梦见自己进入了一座无边无际的花园，花园中盛开着无数美丽的莲花，每一朵莲花的花瓣上都写着不同的经文，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香甜的气息，令人陶醉不已。慧明走进花园，仔细端详这些莲花，试图从中领悟一些道理。就在他沉浸在莲花的美丽与智慧之中时，
耳边突然传来一声低沉的诵经声。若以智慧见诸法，便能破除一切障碍。慧明回头望去，只见一位身着僧衣的老人安详地坐在那里，眼神中透露着深邃的智慧。那位僧人似乎早已看透了世间的一切，他的眼神充满了慈悲与洞察，而那低沉的诵经声则深深触动了慧明的内心。慧明几乎是无声地问道：“是你吗？”僧人微微一笑，低声回答：“修行者不应问是与非，真正的修行乃是自我觉醒。”话音刚落，梦境瞬间模糊不清。慧明突然觉得自己置身于一片荒芜的沙漠中，四周没有一丝生气，只有一朵孤零零的枯莲在风中摇曳。此刻，慧明的心头突然涌上一股莫名的恐惧，他试图逃离，但四周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出路。就在他绝望之时，地藏菩萨的声音再次响起：“汝所求之法，岂能仅凭眼前一念而得见？心若不净，诸法亦不能得。”这一瞬间，慧明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了，地藏菩萨所说的三种梦境，并非单纯的象征，而是修行者心灵觉醒的真实体现。真正的修行，不仅仅是在表面上进行的仪式和功课，更是心灵深处的一场蜕变。只有在不断的磨砺和净化中，修行者的内心才能真正达到觉悟的境地。从那时起，慧明不再为那些未解答的疑问而困惑。他知道，修行的真谛并非一时一刻能够领悟的，而是需要在漫长的修行路上不断体验，不断领悟。每一次梦境的启示都让他更加坚定地走在觉悟的道路上，而地藏菩萨的微笑依然深深印在他心底，时刻提醒着他，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坎坷，修行之路始终不离心中的信念与坚持。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记得点击关注和订阅，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